漫长的告别。法国人对此有一句名言，那些混蛋对任何事儿都有名言，而且总是对的。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。菲利普·马洛。漫长的告别是即将到来的 3.1 版本的名字，是1953年的一本美国硬汉小说的名字，也是1973年的一部被原著党批得差点撤档的黑色电影的名字。我不知道他们能否预言些什么，你们可以在听完故事以后自己决定。首先，小说和电影本身表面上的主线都是一个侦探故事，案件很经典。一名非常有钱的女人被杀害了，最有嫌疑的是她那个分分合合的攀高枝的丈夫，而这位首要嫌疑人在案发不久就自杀身亡。现在全世界都说人就是畏罪自杀的丈夫杀的，而主角马洛偏偏是个侦探，偏偏是嫌犯的朋友，偏偏就不信这个邪。于是他一查到底，终于发现了那个并不那么好的真相。再讲下去就不得不讲到所谓真相是什么了，而从这儿开始，小说和电影就出现了分歧。我们先来看小说里的马洛的侦探过程。私家侦探马洛是偶然和烂醉的吃豪门软饭的特里成为朋友的。突然有一天凌晨，特里跑来要求马洛帮一个忙，把自己送到蒂华纳赶飞机，没有透露原因。马洛二话不说，开车送走了他。第二天，不出意外的发生了意外，特里因为杀妻嫌疑被通缉，马洛成了帮嫌犯跑路的帮凶，锒铛入狱。硬汉的部分来了，尽管警方对他暴力施压，马洛始终没有透露特里的去向。3天后，警察突然又把他放了，因为在墨西哥找到了自杀的特里和认罪书，案子也就结了。出狱后，马洛守口如瓶的口碑为他引来了一个委托，寻找失踪的名作家罗杰·韦德。委托他的正是出版社和作家的太太艾琳·韦德。马洛顺着线索找到罗杰时，他正被一个诡异的疗养院软禁，且被医生强行勒索。他就像天降的救兵，成功把这个迷糊暴躁的作家带回了家。随后在和韦德夫妇越发频繁的接触中，他发现了这对夫妻的病态相处模式，甚至查出了作家罗杰跟被杀的塞尔维亚有过婚外情。然而还没来得及质问罗杰，本来就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他就在自己的书房中饮弹自尽了。此时的侦探终于坐不住了，到了真相只有一个的关键时刻。原来艾琳曾经在英国结过婚，她当时的丈夫保罗·马斯顿就是那个畏罪自杀的朋友特里。再加上塞尔维亚死亡现场的法医学证据，艾琳自己的证言矛盾，基本锁定了他杀人毁尸的嫌疑。甚至根据进一步推理，罗杰的死亡也是他的杰作。艾琳面对有力的质证直接破防，当晚就留下遗书服药自尽了。遗书中他承认自己是出于嫉妒杀害了谢尔维亚，后来又杀害了察觉真相的罗杰，并将罪名嫁祸给特里。全剧终了吗？大约1个月以后，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马洛的办公室。尽管他已经改头换面，喷了香水，极力演戏，还是在摘下墨镜的刹那就被无法改变的瞳色彻底暴露。是特里，他没死。他因为对艾琳的歉疚，想帮他顶罪，又不肯真的去死或者去坐牢，就设计了自己的假死，利用了马洛的友情和忠诚，帮助自己成功脱身。最终马洛拒绝了重生后的特里递过来求和的酒杯，干脆地跟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朋友说了再见。简单总结一下的话，案件的纠葛其实就发生在2对夫妻之间：雷诺克斯夫妇塞尔维亚和特里，韦德夫妇艾琳和罗杰。
他们之间有复杂的感情关系，还牵扯进10年前不肯被遗忘的过去。但真正杀人的是艾琳，杀人动机是嫉妒和对真相揭穿的恐惧。故事的主角马洛因为对朋友的友情和义气被设计牵扯进了案件中，最后发现朋友那个人没死，但真正的朋友又已经死在了那个决定利用他来脱身的时刻。从结果上看，对马洛来说没有区别，他又成了孤独的好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电影里有什么不同。同样是突然被特里找到，要求送他去机场，同样被警察关了3天。出来以后，艾琳亲自找上了马洛，委托他找自己的丈夫，并告诉马洛说，委托他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特里的朋友，而他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，钦佩马洛在特里的事情上对朋友忠诚。马洛帮助艾琳找到了罗杰，并带他回家。罗杰对马洛很有好感，但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。比如罗杰在马洛来家里的时候故意问他，你是来找我的还是来找我老婆的？电影故意展现了艾琳在言语上对罗杰的刺激，但专门拍了一场罗杰被心理医生当众勒索4000多美元的戏。当晚罗杰就在艾琳和马洛眼巴前走进了海里，自杀了。马洛在罗杰死后趁机询问艾琳塞尔维亚死亡的真相。艾琳说是罗杰跟塞尔维亚有私情，接受不了塞尔维亚想跟特里复婚，嫉妒之下杀了人。马洛激动地去找警察给自己的朋友翻案，警察却说他们早就知道罗杰当天去找过塞尔维亚，但是塞尔维亚死的时候，罗杰已经在疗养院被强制治疗了。此时号称被特里偷走35万美元的黑手党奥古斯丁再也等不及，准备把马洛阉了泄愤，却突然有人送来了一袋钱，刚好35万。奥古斯丁马上把马洛放了，甚至一高兴还给了他调查报酬。捡回一条命的马洛出门就看到艾琳的敞篷车疾驰而去，他边喊边追，而艾琳并没有要停下的意思。直到他被车流里后面的车撞倒，艾琳载着 Love You 的车牌扬长而去。重伤却大难不死的马洛醒来后开始调查艾琳。韦德加已经人去楼空，最终他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找到了悠闲度日的特里。特里毫不犹豫地承认是自己杀了塞尔维亚，因为他发现了自己和黑社会的关系，他现在假死脱身，就能用新的身份跟艾琳在一起，而艾琳已经比塞尔维亚和黑社会加起来还要有钱了。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愧疚和羞耻之心，反而嘲笑马洛是一个天生的 loser。 马洛回答，可不嘛，我连自己的猫都丢了，然后一枪击毙了特里。电影结尾让开车赶来的艾琳和报仇了的马洛擦身而过，马洛吹起了刚学的口风琴。注意到了吗？电影版最大的改变就是杀人的真的是特里，依然是2对夫妇的复杂情感关系，但是这次杀人的动机是特里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灭口，于是杀了自己的妻子。他不仅利用了马洛，也是在利用艾琳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钱。最后愤怒的马洛亲手终结了这段虚假的友谊，杀掉了变质的朋友。现在大家能明白原著党当年的愤怒吗？小说中的特里是一个更加情有可原的人，人不是他杀的，但他愿意背负罪名，是因为对自己曾经的妻子怀有某种无法释怀的愧疚和感情。他最对不起的就是白白被他骗了的马洛，他从始至终都是矛盾的，既吃软饭又吃得不痛快，所以对自己有深深的鄙夷，需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。他骗了马洛，但是自觉亏欠，会偷偷塞钱寄钱给他，让自己心里舒服一些。他甚至自己回来找马洛，妄想修复这段友谊。所以漫长的告别
指的其实是一种无法告别又不得不告别的悲剧状态。这里面，艾琳跟自己心目中的初恋无法告别，酿成了2起命案；罗杰跟自己的成功、才华和爱人无法告别，陷入自毁；特里跟自己的过去无法告别，选择了利用马洛顶罪又脱身。而马洛终于在看清一切以后，做出了告别，告别了虚情假意，告别了错付的忠诚。但在电影里，特里坏的挺彻头彻尾的，自己主动跟黑社会勾结，被发现了就灭口自己的妻子。他只尝试了1次辩解，说自己是不得已失手杀了他。但当马洛冷静地反驳，他的脸可都被打得不成样子了，他马上就不装了。摊手表示又如何？毫无罪恶感的样子确实让人恨得牙痒痒。艾琳也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恋爱脑，逼死自己的作家丈夫，迫不及待就要跟特里会合。而电影里的马洛选择了用子弹送走这个坏朋友，甚至从台词来看，特里骗他骂他都不是最要紧的，只是特里搞这一堆事儿，搞得连他的猫都丢了，罪该万死。John Wick，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非常有意思的点在于，1973年的电影导演称自己的大胆改编是有意为之。猫的加入是为了塑造生活和真相的无情。这只猫只吃固定品牌的猫罐头，糊弄不过去，而且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来，功利又自由。小说中离群所居的马洛有了一群整天做瑜伽、吃布朗尼，好像一直都很开心的美女邻居。这种迷幻的氛围是70年代特有的嬉皮士印记。但是这些在当时很紧跟时代的点，在现在看来，其实跟50年代的小说一样，都变成了历史记忆。50年代的克制，70年代的宣泄，一样蒙上了一层旧日英雄的暖色滤镜。总之呢，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，都是朋友背叛、反目的故事。背叛和反目的程度不同，故事设置的高下，自有读者和观众评判。你觉得3.1里谁会是背叛的那个，谁又会是被利用、被背叛的那个呢？期待官方的答案，更期待你的答案哟。我是陈慧萍的好吃猫，拒绝肤浅的标签，享受深浅的快乐。我们下个谜题再见。